哎呀，上午办了场相亲会啊，那给我火呲呲的，牙花子疼。参加相亲会的都是一些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，一眼望去，哎呀，那女孩子长一个个漂亮，男孩子也很帅啊。咱就不看条件，你目测看去啊，那就感觉很多人都很登对儿。相亲开始啊，大家各报家门，好家伙，80%以上的女孩子都是28岁以上，学历本科、事业单位或者国企、央企的。而80%的男孩子都是25到28岁左右的，学历大专、私企居多，房子也基本都是有贷款的。这就导致这80%的姑娘，她压根看不上这80%的男人，理由就是对方工作差、房子有贷款、学历低等等。反正啊，你就干着急，你就瞅着那80%的女人啊，都在盯着那20%学历好、有车有房、工作有能力的男人，而人家这20%的优质男人啊，又瞧不上这80%的普通女人，嫌他们年龄大、没眼缘。这就导致这些姑娘来了相亲会一圈啊，一看，哎呀，全是普通男人，瞧不上啊。那为数不多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她呀，溜达溜达就回去了。回去跟那闺蜜说，哎呀，那全场那么多男人，没一个合适我的。然后逛了一圈的男人呢，也回去跟兄弟们说了，现在这女人一个个啊，又挑又拣的，我又没被看上。咱就说现在为什么光棍越来越多，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找对象，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。先告诉你们一个结果，就是不论你怎么挑，这个市场上面99%的普通人都会嫁或者是娶99%的普通人。也就是说，不论你多么想嫁给高富帅，或者你多么想娶那白富美，最后都会是做梦一场，你都会迫于现实，娶的和嫁的一定都是普通人的。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，没有人会符合你所有的择偶要求。当然，如果有符合的，一定要看你自己配不配。2023年7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3》，这其中啊，单身女性人口数量占比在1.06亿，男性单身人口数量占比在1.59亿。这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呀，有些人就想着，哎呀，自己很好嫁嘛。可这些单身女性当中，近半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大龄剩女，主要集中在1、2线发达城市。而单身男性当中，大半数都是在偏远农村的，没车没房，经济条件很差。你让大龄剩女去嫁他们，那是宁死不屈啊！在婚恋市场能剩下那是有原因的，男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剩下来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，其次呢有明显的短板、长相、身材等等，这些都是无解的。他们一般都会在1线城市啊，趁着年轻啊出去打工赚钱，赚到钱回到老家买房结婚啊。那城里的姑娘压根就看不上的，农村的姑娘还一门心思啊，我想要嫁给城里去。这就导致农村的光棍是越来越多，而女人剩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观念和性格问题，就是太挑了呀。女人想留在大城市，成本其实很低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嫁人。而男人想留在大城市，就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，你要买车买房的，不然会被这些女人瞧不起。最后导致男人没办法，都各自回老家了。而一些女人呢，还是异想天开的留在大城市里面，幻想着嫁给那些有车有房、条件又很好的优质男人们。这些女人如果在35岁之前啊，那自己想通了，稍微降低择偶要求啊，还是能嫁得出去的。如果想不通啊，还是不愿意，35岁以后就会步入二婚男的市场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要找条件很好的二婚男。所以啊，你想让剩女嫁给剩男，那死了都不同意的。外加资本对女人的捧杀、毒鸡汤的灌输，霸道总裁都爱上离异带娃了，导致一些女人们对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误判，就像他们认为啊，有房的男人很普遍，以为男人月薪过万都很正常一样。他们认为女人只要想嫁得好就可以很好嫁，有车有房有颜的都是标配，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躺平，我找不到我自己过嘛。结婚率迟迟上不去，那是有本质原因的。我不说剩女啊，100%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物质啊而剩下，但至少90%以上都是越剩下他就越执着，他们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配不上有钱男人的，那认错回头的成本也越来越高，最终呢就导致很多剩女在30、40岁依然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，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老一辈的爱情啊？因为它纯粹啊，那个时候牵了手就是一辈子，现在你上了床都不一定有结果啊，越想越可悲，对吧？伙计们，散会。兄弟们，今天给你们讲一个真理啊，找人结婚一定不能找生理性不喜欢的。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啊，就是你和相亲对象已经确认关系了，却没有一点恋爱的感觉。有一位男士是个医生啊，相亲认识一个女孩子，从见面第一眼就很喜欢她。他相亲了很多，只有这个姑娘他中意啊，因为喜欢呢，他就主动去追这个姑娘，一到周末就约人家吃饭。人姑娘呢也很积极啊，认识了1个多月他就表白了，女方非常爽快就同意了，2个人就开始了谈恋爱。正常你确认恋爱关系啊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，对吧？结果男生又觉得这谈恋爱谈得好累啊，
给女孩子发信息呢，她也回复，就是感觉不冷不热，也不去主动去关心她。约女方出来呢，她也出来，但就是感觉两个人好像怎么都亲近不了，有距离感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啊，他就发现这个女方呢是越来越冷淡，发消息是越来越少，甚至也不愿意跟他见面。上周末呢，他去约这姑娘出来吃饭啊，饭后去抱了女方啊，人姑娘呀直接给推开了。亲吻的时候呢，这女方就不让，两个人还不熟悉啊，不喜欢关系这么亲密。原本呢想着约着放假呀，一起去双方父母家里看看，就各种理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拖啊。男士就忍着呀，觉得自己是喜欢对方的，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来接受自己啊。女方的手呢也就牵了几次，不让抱也不让亲的，你就是怎么也靠近不了啊。上个周啊，女方发信息啊，说自己很累，这段感情不是她想要的，你是个好人啊，我就提出了分手。哎呀，男士听了很伤心啊，那去挽留人女方呀，直接被拒绝了，干脆人女方就不见了。他就问我这问题出在哪里，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是因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他对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，起码在他能够接触的异性范围里面，你是综合条件里最好的，但是没太有感觉。也就是说一句话叫做他看上了你的条件，没看上你这个人。初期他是有动力愿意和你接触的，因为你条件好嘛，你表白他也同意了，想要跟你结婚啊。但人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，他会慢慢的不满足于和你在一起这个现状，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喜欢你的，越来越不甘心啊，开始抵触和你的亲密行为。他其实也很拧巴，就是你条件很好，但就是没有这喜欢的感觉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不要进行。所以啊，你问他是不喜欢吗？他是喜欢的，但仅限于条件，生理上是抵触你的。这种局啊，我给你们讲是死局，没解。最后结果不管你拖多久都是分手，哪怕你结婚，后路也可能只有离婚这条道。兄弟们啊，相亲什么样的感情能走到结婚啊？就是你第一次见面你就喜欢上这个人的，喜欢的角度有很多，有的是性格，有的是颜值，生理性喜欢往往都是第一印象。他如果对你一开始就不喜欢，以后也不会喜欢。你看有的男士啊，平常也不太爱打扮自己啊，这脸呢也不好好的洗一下，坐到对面都能清楚的看到你脸上的痘痘，还有那脸上的黑头啊，油光满面的，谁会一上来就喜欢你呢？我给你们推荐这款西梦园男士洁面乳，它能做到有效清洁的同时，还能减少痘痘黑头的滋生。它里面是携手了清华珠三角研究院啊，专为咱男性啊肤质调配的6:3:1的氨基酸体系，能把脸上攒了好几天的这个油脂和脏东西都给洗出来，洗完还不会发干紧绷啊，使用感特别的好用。当然呀，这冬天除了脸部护理啊，身体上香香的才能将好感度给拉满。你看他们家这套洗护套装呀，产品品质没得说。这款洗发水是专为咱头屑多、头油头痒、有头皮困扰的男士啊研发的，用它洗完2天了，这头发还显得特别的干净蓬松，整个人看起来清爽不少。这里面的新一代男士去屑专利能直接从源头抑制马拉色菌，解决头屑反复的问题，4重功效，它一瓶搞定。搭配专为男士调制的极光黑云杉香沐浴露啊，洗完呀自带高级的那种若隐若现的木质香味啊，这成熟男人的魅力不就这么散发出来了吗？现在置顶领大额的优惠券呀，到手更加优惠。想要提高自身魅力啊，有需要的兄弟们啊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男女这点事情其实很简单的，生理性喜欢会让你觉得很舒服，两个人见面约会啊，你就很想跟对方亲一亲、搂一搂、抱一抱啊，这种喜欢是非常纯粹、非常的本能。如果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，一接近对方你连点渴望都没有，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如果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，只是因为对方条件比较好，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年龄啊到了该需要结婚的时候了，你就跟对方在一起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会后悔，你会产生那种生理上的厌恶感。所以啊，将就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，本能上的冲动是你内心一种喜欢的表现。如果连冲动都没有，那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，早晚有天你会后悔。找人结婚啊，一定要记住，生理上不喜欢的谈不得。宝，散会。今天上午让一姑娘啊气得我血压乱窜，嫌我给她介绍对象呢是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说我是有意针对她。听了咱那个气啊，你们给评评理啊。她年前是28岁啊，是个公务员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工作，反正就挑得很啊。年前呢给她介绍了有3、4个，这男士一啊，30岁，在法院上班的，有车有房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小伙子人长得挺好，就是个子矮点，168。哎呀，但凡过了175，他也不至于现在没个对象啊。他去见了，嫌男士个子矮不够男人，哎呀，气的啊。男士2啊，27岁，比他小1岁，人家学历硕士，3甲医院的医生，个子高，条件很好，男方也接受啊他大一点，觉得两个人只要合得来就行嘛。这两个人见完面啊，他直接告诉我不合适。
你们永远都想不到相亲对象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，就是因为相亲吃饭男方没有主动给他倒水，他就觉得这男士对他不够尊重，拒绝了。上火吧。男士3啊，设计院工作，也是个硕士，32岁，他也给拒绝了，就是因为男士戴个眼镜不够帅，怕遗传，气得我直接不给他介绍了，王八关门。这种啊，咱就不伺候了。年后吉利啊，快30岁了，着急忙慌的跟我说要找对象，说亲戚家的弟弟妹妹都结婚了，他就很焦虑啊。咱一听啊，心软的，又给他推了2个，一个是公务员，30岁，有房没车，他就觉得个男士啊，这个年龄了买不起车，这条件也太差了吧。你听听啊，他这些理由啊，气得那个肺管子都给撑堵了。又给他推了一位国企的高管啊，比他大了1岁，短婚3个月啊，未育。他一看资料气炸了，说之前还给我推荐的是未婚的，现在又开始介绍离异的了。他要找体制单位的，那家庭条件要好的，长得帅的，情商高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去年整个相亲市场上主力军是94、95、96年的，过了年之后，这主力军就变成了97、98、99，还有很多00后的。当你还在纠结是选医生选公务员，嫌弃他个子矮还有他近视眼的时候，人00后都愿意认识啊，谁还选你啊？让他放低一下择偶要求，你可以找体制单位的，但是别要求人长相了，他不行。说长得不好看，这心里啊他喜欢不下去啊。那你找帅的可以，别太卡人家工作了，他也不同意，他就非要找那条件好的。这辈子我就站这一回啊，一定不能将就。你说说啊，我又不是人贩子，又不能给你把人绑来，我也不是杀猪盘，啥都能满足你，所以啊，我不介绍了。他呢就一个劲儿责怪我，给他介绍相对象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给我气的啊！当初给你介绍好的，你不是嫌他们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现在很多条件好的，人家一看你年龄，那人不愿意啊。你能看上的25、6岁的姑娘也能看上，为什么要选择你啊？他说啊，那个时候没想到后面会这么差呀，但凡之前的哪一个，我现在都同意。说着说着呀，要吃回头草，要去找去年那个医生啊，我一听啊，直接给拒了。优秀的人脑子是瓦特了吗？要被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何况人男士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他一听就开始埋怨我当着人家男的那么喜欢我，我也没有拒绝，我只是想当个朋友而已，你也不劝劝我，你自己挑还怨我身上，是我不让你嫁了，还是拦着迪拜王子不让他娶了？婚恋市场是具有排他性的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话没毛病啊。不论男女，黄金年龄是23到28岁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相亲对象质量越来越差的时候，你就得考虑啊，是不是你自己在相亲市场上的价值越来越差了。你28岁，身高180，8块腹肌，年薪100万，哇！我给你介绍一个30岁，身高150，体重120，父母低保在家无业的女生给你吗？那是在侮辱你，我这不找骂吗？你32岁，身高160，体重160，一大块腹肌，年薪5万，无房无车。我给你介绍一个25岁，身高168，体重100，前凸后翘，貌美如花，年薪20万，父母还是国家干部的，那不是在侮辱人女方吗？婚恋市场啊，讲究的是价值匹配。当你年龄越大，你的价值是下降的，条件再好也比不过年轻的潜力股吧。在相亲市场上有很多大龄的单身青年，过了3、5年还是坚持以前的择偶标准，不降低，最后你只会越来越耽误你自己。散会。关门，再无理取闹我就放王八。